终于，我们预购的 iPhone 15 Pro Max 到手了。黑胶朋友爹，那我们现在就刚刚上手我们预购的 iPhone 15 Pro Max。那过往呢，我都是买白色的机型。那大家觉得我今年会买什么机型呢？那我们就马上来开箱给大家看吧。哇 ，OK， 那我们就先从这边撕开，打开来看到。 里面当然还是有一些这些说明书啊、SIM 卡针啊，那苹果的贴纸也还是有。那这个颜色好像没有跟着变哦。另外重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C2C 的线。那这次 iPhone 15也终于升级到全线 Type C 了。不过很可惜的就是这个线材嘛，虽然在充电瓦数上面，他们还是可以支援到 iPhone 你要的最高瓦数，也没有很高，但是它在传输速率上面，至少我们现在开的这支 Pro 系列机身本身可以支援到 3.0， 可是这个线材就只有到 2.0， 那所以大家还是要花几百块去自己买一下线啊。如果你要用到这个传输速度的话，哇，这个一上手的感觉，我必须说。 这是多年来 iPhone 再一次改变他们边框的材质。那先前也是从 iPhone 10代开始，它的边框改成不锈钢。当年小小的手机用不锈钢其实还可以接受，但是现在近年来手机做得越来越大，那不锈钢的重量就真的是增加了不少。那另外一支14 Pro Max 呢，来到了240克，对比先前用不锈钢第一支大支的 10S Max 的话，它只有208克，所以历年来真的重了不少。那关于使用这个钛合金的消息呢，也是传了2-3年。那说真的，上手还是不太一样。我觉得它的轻量化真的是蛮有感的。那这次降到了221克，然后这个边框的圆弧手感，我也觉得哇，真是大大加分耶。那如果我有勇气使用裸机的话，可以随时摸到这个钛合金，感觉好像也是不错。但是我还是不太敢了，这一支512GB 5万多块，我摔不起了。那大家手机壳还是好好买起来，把它保护好吧。今天影片的赞助商为犀牛盾。 收到手机后呢，少不了 Rhino Shield 犀牛盾零死角防护，从保护贴到手机壳各式配件，提供手机绝佳的防护力。经典系列 Mod NX 这次犀牛盾有改版，依然是高度变化性的模组化设计，可以自由切换边框壳与背盖壳，还有 Solid Suit 一体成型，包覆性佳，雾面的手机壳质感。近期推出4款新色：经典蓝、酒红、鹦鹉绿及荧光橘，共高达16色可供挑选。再来就是无过度设计及装饰，也是我最常用的 Clear 透明手机壳，终结黄化设计，提供5年不变黄的保护服务。犀牛盾的 MagSafe 兼容系列拥有原厂2倍以上的磁吸力，能紧密吸附 MagSafe 配件，快速对位。影片提到 Mod NX Solid Suit、Clear 透明壳都可以搭 MagSafe 兼容系列使用，在基础上添加质感，你可以选择客制化款式，有犀牛盾独家设计系列与众多联名款式，像是华纳100、汤米 Jerry、星际大战，或是依照自己的风格设计手机壳，可以选择贴纸风格，或者从背盖图款来搭配，为新手机制作专属设计的手机壳。MagSafe 系列除了手机壳及固架之外，也新增磁吸水壶 Aqua Stand， 有2种款式及材质可以选择。不锈钢的700ml长效保温保冷8小时，冷热皆可使用。而 Triton 呢800ml耐用、超轻量、方便携带。在意重量的可以选择这一款。提把设计为可调式手机支架，依照使用情境从15到90度自由调整，也可以直立或横摆。皆通过食品及认证无毒。生活中不论你在运动、吃饭时追剧、直播都可以使用。搭配犀牛盾 MagSafe 手机壳，2倍超强的磁吸力，稳固贴合膝部，晃动移动都不会位移，不需要使用时能轻松卸下，更换成其他配件。可拆式吸管让清洁零死角，细胶垫圈设计安心防漏水。手机配件不再只是注重在防摔，延伸的配件及设计能在基础上添加质感。更多 iPhone 15相关配件，现在即可至犀牛盾官网下单购买。OK， 好啦，那我们刚刚就在做一些初始化设定，然后顺便让它充电，测试我们工作室里面的充电器啊，还有这些 USB-C 跟它吻不吻合。那可能我们工作室现在都是使用 PD 3.0 的这种充电头啦，所以其实吻合度上，我们在任何线材啊，还有这些充电器上面，大致上都能测到它最高的功率。那其实也就是和上一代一样，没有到非常快。那这次背后的 MagSafe 呢，其实在充电速率上，目前也还没有向上提升。那这个背后的真正原因，当然也只有苹果自己知道。那我们其实来试想一下，那如果在今年手机的表现上面，它热能控制没有达到很理想的状况的话，那这时候贸然给它更快的无线充电速度，那就会雪上加霜。所以可能这还是相辅相成的。无线充电的功率要上去，机身本身的散热啊，还有这些热能控制也要做到比较好。那我们刚才测试这些周边产品的支援度，像我现在无线麦克风用 USB-C 的，还有行动电源都是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使用。那像 Mac 的扩充转接头啊，我们那些随身硬碟啊，使用 USB-C 的 SSD 也是可以直接跟这支新 iPhone 接上去就无痛使用。那你就不用再去买一堆独规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太多
多了，也真的早就应该这样子了。那再来呢，在外观上面，它多出了这一颗功能性的按钮。那我自己觉得按压感、手感是不错啦，但是它毕竟就是一颗按钮嘛，那取代掉先前的静音键。那目前一开始的预设，它就是开启或关闭静音的功能。那设定中有一些功能可以去更改，但是还是单一的选项。意思说我今天如果设定了这一颗按钮，它长压就是停在这个功能。那我要改变它的时候，我要再跑回设定里面去切换。那它还多了一个可以让你关掉这个按钮的功能哦，可能是怕有人会不小心误触，一直压到它。那整体来讲，我虽然是怀念先前的这个静音键、静音拨钮，但同时我也希望有的时候在一些创意上可以不要因为一些旧有的这些规则不去做改变。那长期来讲，我们就来看这颗钮会怎么发展。或许他们没有再赋予它更多的功能，我还是会希望这个静音拨钮回来。那整个外观来说呢，必须说这支钛合金的颜色真的是蛮漂亮的，因为真的是多年来让我难得会想要选一个特别色，放弃白色的一个原因。可是好像先前我也是就是在金色跟白色这两支跳来跳去。好，那再来我们讲讲萤幕的规格。那这一次当然整体萤幕的规格跟上一代14 Pro Max 没有太大的差距，水显萤幕120Hz Promotion 还有动态导，那这些都是上一代14 Pro Max 就已经具有的功能，所以我们这边就好像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去多讲了。但是如果你是旧有的机型上来，你首先你会感觉到这个水显萤幕随时显示一些资讯是非常的方便。那在这个动态导，我们先不去讲这个打孔的妥协啊，因为苹果在这个界面设计上面真的赋予它蛮多有用的功能。那其实整个外观的改变上，大致上就是这样子。可能最大的重点还是那颗静音拨钮，还有它整个手感啊比较纤细、比较轻薄，还有它这个钛合金机身的质感是有向上提升的。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升级功能，就是它的相机。好，那严格来说啦，它主镜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超广角也没有太大的改变。那最大的升级呢，其实就在这一次 Pro Max 上面的长焦5倍。那因为每一次的世代升级的这个更换哦，他们都会因为可能处理器啊或者演算法的改变，让他们照片成像上，即使说它的硬体上面没有太大的进步，成像上面都会看到一些改变。那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差距，但我们就要先知道这个跟光学上面所谓的进步是不大相同的。那尤其现在进入这个 AI 的时代，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也很习惯了，有些东西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那可能它 AI 当下怎么判断这个场景后，这个拍摄出来的照片就会改变很多。那说真的，我也不会反对这一点的，只要能让它成像更好看，这样都是可以的。好，那讲的再多，我们不如直接就来看它实拍的照片吧。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些照片的表现呢，我觉得它整体来讲，它的光源分布算是非常的平均哦。那另外我们在户外拍摄这些高光啊，有这个高对比的时候，它的高光一直是明显的比先前的强。那这次在15 Pro Max 上面的主镜头，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现象。那我觉得至少是有修正啦。那再来我们也很在意，就是它拍摄实物看起来有没有那么可口。那我们这边目前实物也没有太多，我们就大致上拍了一下，拍出来的可能还是要稍微做点加工，看起来会更可口。那另外呢，很多人在意的啊，我自己啦，就是它这个主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15 Pro Max 上面看起来大同小异，但没有关系。那他们这次多出了这个不同焦段的这个切换的模式，就是它可以在主镜头原生的24焦段到28到35，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些照片拍出来的这些差异。那其实呢很有趣哦，这次提升到了这个直出就是2400万画素的照片，那它不管是在24焦段、28的焦段跟35的焦段，都能提供一张2400万画素的照片给你。那在我们要来实测它的这个新的人像模式后，其实从13开始，他们有电影级模式，我就千拜托万拜托苹果快点下放这个模式到照片上面。那现在终于可以用。那有些时候如果它的光学散景是有呈现在这个照片上面的话，那自然这个事后的这个散景对焦就没有办法救回来。那我个人觉得这次人像模式拍起来算是还蛮顺畅的。那这个可以自动侦测你在拍照的时候拍人像模式的这个功能，我个人也是超级喜欢。因为以前我会很难去做选择，可是当我想要选到人像模式的时候，以前运算的时间太久，那同时你又不能保留这个Live Photo， 就是这个现实有录影的这个照片的模式。那现在我很喜欢他们这个功能，就是他们可以同时保留 Live Photo 跟人像模式在一起。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你进去调整这个人像模式的时候，你再从 Live Photo 里面去选不一样的张数，可能你扎到眼睛的话，那可能你换了另外一个部分的影片，它就没有办法保留人像模式。那这某些部分也是可以理解，因为它同时要拍影片，要去做运算，要深度融合，然后还要去虚化出这个人像模式，所以我可以理解它在这个部分就是可能可以单一选一张，但慢慢进步，或许下一代处理器可以支援到非常多张的人像模式在同一段影片里面。那再来我们就是要比较 iPhone 14 Pro Max 跟 iPhone 15 Pro Max 的拍出来的照片，我希望做的比较，因为毕竟 iPhone 14 Pro Max 现在可以拍摄出4800万画素的照片，那它不能拍摄2400万，所以我觉得要公平的比较的话，我们就两者都把它拉到4800万画素，那实际去做出这样的拍照出来的照片的成像的差异。当然我知道了，他们指出一个是1200万，一个是
4800万。那这样如果用1200万跟4800万比的话，它的差距非常明显哦。它可以看到的像素啊，可以做裁切的部分就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这边就1-2张给大家看一下，但是4800万对比4800万，大家可以左右去对比一下它的差异。那我们这边可以先排除一些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可能高光抑制啊，或它的白平衡的侦测啊，它这个色调上面这些差异之外，如果我们去看它照片的细节，4800万对比4800万，我觉得差距似乎并不大。那当然并不是说同样的硬体规格代表它照片出来成像就没有办法进步呢，不一样的光像引擎、A17的处理器，或他们在这个演算法的调教都可能去增强或是去改变这一块。其实 iPhone 14 Pro Max 表现也是还不错啦，就高光抑制这些差一点。那细节的呈现部分呢，我们也是刚到 iOS 17才有这个新功能嘛，也是在刚刚开始玩，所以我觉得以这个有压缩档的档案量来讲，这个大小来讲。两者这样的表现都是非常好。那当然，我还是希望说这个直出的2400万画素也可以下放到14 Pro 啊 Pro Max 的机种，因为基本上它应该是可以支援。那这个我觉得一般人在使用上也会非常感谢这个功能。好，那我们对比一下这个超广角来看一下差异哦，好像大同小异。那当然除了光源判断的一些差异啊，一些你很细去看，它的色调有一点点差异之外，那其实整体还是非常 iPhone 的风格。那超广角不算是我一个非常常用的镜头，所以这个部分就还好，它就是其实进步不大，倒是还可以。好，那再我们看一下它的眩光鬼影的部分。好，那我们这边测到的结果是跟上一代大同小异，但你们自己看。好，那再我们就来试试看，玩看它这个5倍的长焦到底成像怎么样。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细节的部分。其实拍人啊，或是拍景的话，看起来都还不错。你就是要站得稍微远一点哦。那5倍，那它有自然的光学的散景在后面。那我在拍的时候，我有感觉到它的防手震其实做的算是不差，因为以5倍长焦来讲呢，防手震要做的很稳，其实是有一点困难的。但是我在拍摄的时候，我觉得它防手震的这个抑制，感觉感应上算是还不错。再我们来测试看看录影。好，那录影的话，我还是会针对看看它的人像模式，因为我觉得讲到录影来讲 ，iPhone 现在在可能所有的手机领域里面，它真的还是表现算是最稳定的一台。那当然，我们还是来看看它的成像。那电影级模式也是一个我非常爱用的一个摄影的模式。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们在拍摄场景啊、拍摄人的时候，它虚化程度的表现。那其实电影级模式我在14 Pro Max 上。我就开始觉得它的这个虚化表现比13进步算是蛮明显的。那现在在看到15 Pro Max 上面的表现只能说先前也很好，所以看不太出太大的差异。但是人像的颜色啊，这个锐化上面，我觉得是稍微压得好一点。但这也是一个原因，我喜欢拍电影级模式。我觉得它好像在人皮肤上面的磨皮上面，有的时候有点似有若无的感觉。那这看起来好像拍摄起来朦胧朦胧的，比较不会有这种过度锐化的感觉。那一般录影的话，我觉得iPhone 的成像就是很好啊。像这些防手震啊什么，那即使是配上现在的5倍镜头，我觉得它录影的成像都还是非常的好。OK， 那我们回来讲啦，就是必须要说它整个相机的操作界面的顺畅度跟流畅度。那在拍照的时候，它不迟疑不用太多时间去读取的这个方式呢，我觉得在整个相机界面里面，这组先常讲到了。那好了，我们就要讲嘛，它相机的界面这个随手即拍即按看到画面这个切换的顺畅度，真的还是目前相机里面表现最好的。那这个我在先前的相机盲测那支影片也有提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是 iPhone 的强项，没有错。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使用相机除了成像之外，使用者体验很重要的一环。好，那下一个我们就来看它的这个发热。那我们这边当然没有办法有太长的时间，什么测24小时啊，什么才刚拿到嘛，也不能骗你说我测24小时。那我们就来拍拍看这个4K 60帧的录影长时间在拍摄，那发热的程度大家可以看到，对，这个就是我们所测到的结果。好，对这个部分本来不知道是不是要把它拍出来，因为我们有很多考量啦。但是我也跟观众，应该大家看我那么多年，测到什么都是会讲出来。那如果因为这样不讲出来的话，那大家又为什么要来看我的评测？那我们刚刚在测试相机的时候，在我们的顶楼，那今天是蛮热的一天。那我们在测试这个相机的时候，这3支相机14 Pro Max、15 Plus 跟15 Pro Max 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要比较它相机的成像，那同时我们也在这3支都进行了萤幕录影。那这种情况下使用当然是会增加它机身的发热后。那我们总共拍摄的时间大约16分钟多，因为我看得到它这个萤幕录影停止的时间，因为过热的关系，中间拍摄很多张照片那影片也有，电影级模式也有。所以大部分就是一般我们相机的测试。后来我们这个测试必须提早结束，因为我们的15 Pro Max 它发热非常非常的严重。那应该说这3支它们机身当然都是蛮热的。那也会看到它这个在相机上面有一个机身现在是有点过热的状况，但是
14 Pro Max 跟15 Plus 都还是可以持续正常的录影，就是说它的画面啊并没有任何的停顿卡顿。那15 Pro Max 它虽然你按下录影它还是会录，可它的画面非常卡顿，你基本上看不太到你的取景是什么。我们当下就先喊停，因为再来还有其他的东西要测试，我们也担心会不会把它烧坏，然后变成我们后续的拍摄的行程跟我们要测试的这些环节都会受到影响。刚好这2台是 A16 嘛，那这个是 A17 Pro， 所以很多人在问 A17 Pro 的表现怎么样啊？网络上现在目前很多人的实测似乎是功耗这些部分可能或者发热这些是有点问题。我们当然是游戏的部分，我们本身就不是玩游戏，我们频道也很少测游戏啊，所以我们大多数都是针对录影还有拍照的时候。今天这个环节并不是要用来测发热，只是意外在我们自己测相机的时候碰到这个地方，那我也不想先去下定论啊，对不对？虽然我自己心里绝对有我自己的定论，关于今年的处理器表现怎么样，那没关系，我让大家自己去看，让大家自己去看这个结果。我觉得这种情况下，3支在一起的情况，一样的条件，拍摄一样的照片、一样的影片之后，那这一支过热到整个停顿，那其他2支没有。那你们的使用情况，或许你们永远都是在室内啊，或许你们也不会在热天的时候去旅游，那也不会拍很多照片、影片，那可能就还好。今天就先分享这个我们碰到机身发热 A17 Pro 的状况。好，那总结下来呢，我必须讲说，我们先讲回来我对 iPhone 的期待。那一直以来 iPhone 它在整个手机市场里面都不一定是最高规格，不一定是最便宜，不一定是最高 CP。但我想想过往几年我用的 iPhone 整年使用下来最满意的一台就是13 Pro Max。那我觉得你可以相机不是最高规，你也可以萤幕不是最亮、最高刷新率，那你也可以不是传输速度最快，那甚至当年没有 USB Type-C 也可以。那为什么它当初那台让我最满意呢？那就是因为它整体使用者的体验超级稳定，我没有碰过莫名的发热，我没有碰过莫名的掉电，我没有碰过突然的死机宕机。那我觉得在苹果的产品体验上面，我们常常都在遵从它的稳定性跟顺畅度，不管是在 Mac 或者在 iPhone， 在所有的体验上面都是一样。这是我们有时候苹果爱用者喜欢或者推崇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精致度啊，跟这流畅度的细腻感，就是我们用苹果非常重要。那当然，苹果生态链的这个整合在一起是其他厂牌无可比拟的，没有错。但是把所有生态链串联在一起，最重要的装置就是这一支 iPhone。那也之所以呢，它使用者体验稳定，就变成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当然，这半天使用下来，我们拿到手上的手感，觉得它真的是有点蛮烫的。但就像我们过往几年的往例一样我们在测试续航力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以我们一整周使用的经验，真正每一天使用它，一样用它来收发讯息、拍照、讲电话，天天下来的平均值跟使用体验上长时间碰到的问题，我觉得这样来测它的续航力跟它稳定性，才能真正反映我们日常使用的感受。那所以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在这一周也会好好的实测来把它测爆，再来跟大家分享说我们这一周使用下来整体的体验到底稳定性如何，续航力如何，有没有碰到这些发热、宕机、死机的问题，像现在的14 Pro Max 一样。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买了，但碰到什么问题，我们就是一直以来就会直接跟观众讲。那或者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到我的 IG 上面私讯我，希望我特别测的地方都可以让我们知道。OK， 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上手实测的影片的话，就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那我是苹果烈，我们下次影片见，拜。